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to 今天我想给大家去分享一下我最近做的一些项目的一些经验，还有我对此开发了一个小插件，然后在这里分享给大家。今天的主要的主题是如何完善自己的固定媒体作品。相信大家作为新媒体的跨媒人，大家都会看过类似那么一些案例，他们共同点就是在一个特定的场景下去做一个很大型的装置，或者是灯光秀，或者是交互互动的一个媒体作品。除了庞大以外，还有一个就是需要计算机去运算去衔接它的其他设备，像投影仪LED 体感等等。作为产品开发者，你的产品不间断的更新迭代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其中在你这交互流程中，尽量去让你的用户去简单的操作你的产品，也是需要我们去设计的。那么这一个用户指的就是我们的甲方，我们的客户。我们就是基于这么一个前沿继续走。我们假设一个场景，甲方在一个展厅或者在一个公共的场所里面，要求给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LED 屏，在这个 LED 屏上面，你需要在上面去设计关于这个公共场所的一个某一些核心价值，基于这个去设计。OK， 那你就开始去设计你的程序，开始制作你的视频的影像。1-2个月之后，你就开始到实地去落地了项目。OK， 最后还已经到了这个与甲方与客户开始去对接的这一个最后的一个时刻，你就开始去教你的客户怎么去使用你的产品。然后正常来说首先打开你的电脑，对吧？就是首先你怎么教你的客户呢 ？OK， 你肯定得首先打开你的设备，打开你的电脑，然后让你的用户去点击这一个应用程序，然后点击程序之后，你的所有的影像、你的投影仪、所有的设备、LED 设备，所有都自动的去亮。只要你的程序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好，这个我就不说其他的。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基本上你的产品已经完成了，如何交接给甲方，如何交接给客户，这一个时刻是我今天想给大家去细讲的，就是说如何去完善我们的一个作品。用户操作你的产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体验，跟我刚刚说的一样，你如何教你的客户去打开你的作品，打开电脑，打开程序，然后我们将它再细分一下，以客户的位置去想。首先你要打开电脑按钮，然后其次它还要用鼠标去找你的文件位置，然后再双击。那么这个目的就可以分解成3个动作：按按钮、找文件、双击。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3个步骤已经是很繁琐了，因此我想将它优化。因此我就开始思考，我如何能够一步到位呢？我能不能直接开我们的电脑按钮，然后我的所有程序都会自动去启动？基于这么一个思考以后，我个人开发了一个软件，名字叫Startup 是本人自主开发的一款自启动管理软件。它本身呢有三大的特点，它能够多个文件进行自启动，然后对于这些的应用程序可以跟踪它的最新版本，并且对这些软件进行设置延迟的启动时间。OK，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去进入一下我们的这个 Startup 的插件应该是怎么使用的。OK，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 Startup 这款软件究竟是怎么用。首先，文件待会儿就是解压之后会是这样子的。然后 Final 是我们一个假设是我们的项目80%的一个完成度。我们打开看一下。
OK， 打开之后，这是默认是一个预览模式。OK， 我们这边就先不做其他的修改。OK， 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 Startup， 打开之后会出现那么一个简单的这个界面，点击加号，它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栏目。这里 Path Keyword Delay Time 就是说对应的这3个框选，我们是需要自启动哪一个应用程序的对应的这个启动程序的路径，复制粘贴到这个位置上面，然后在基于这个路径上寻找我们要自启动的文件名，然后将这名字也是粘贴到这边，然后 Delay Time 就是说我每次自启动设置延迟的时间，我这里是以秒。OK， 设置完之后就可以进行我们的自启动了。第二步做一个测试，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现在这个路径是对的？万一我这里写错了什么的，我怎么去测试呢？我们不可能每次都要重新启动去做这个测试吧？我们在这个空的位置上点击右击之后，有这个 Take Startup。点击一下，它就会自动去启动我们的程序。就是说，这个按钮它的功能就是去测试我们这边的路径的文件是不是正确。OK， 正确的话就能正常运行。OK， 我们之后把东西设置好之后呢，我们先保存一下。保存好之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最新的版本。将我们的最新版本的这个文件纸，我们将它放到一个特定的位置。这个位置在哪呢？这里要注意，加快捷键 Windows 加 R 会弹出运行的这个框，然后在这里我打了一下，打了之后我就按确定，点击之后它就会自动跳出这一个文件夹。这个是Windows 自带的一个功能吧。你把文件放在这里以后呢，只要把文件放在这里，你的电脑开机都会自己启动。也就是说，我把这个文件将我的插件放在我这个文件里头，每次开机我就会启动这个。这是我的插件的一个配置需要。放在这里之后呢，我们其实就可以关机去看一下我们的文件有没有去正常的运行。像刚刚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流程，但是我这边要有几点需要去注意的。首先我们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工程文件，就是项目的应用程序。我们回到去，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场景，甲方在最后1秒钟确实让你去更改了，可能说我不想要这个颜色，要换一个颜色。OK， 我换了。OK， 换了，甲方也非常的满意这个颜色。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去保存它。保存了之后发现这里是 Final 2，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是 Final 1那我怎么办呢？其实这一块其实因为我这边是关键词，所以说我们不一定要移，我们只要提取它的唯一的名称就好了。就是我这里只需要提取这个文件内唯一的名称就好了 Final。 万一这里有个叫 Final， 比如说我这边有这么一个文件叫做 Final 1，Final 0吧。 OK，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在这里尽量要只有唯一的一个名称，唯一的关键词。所以说像这种情况，要不就把它删掉，要不就是放在 backup 上面去备份。然后其次
在 TT 上面这个预设是需要大家去设置的，比如说这里像这个 Create Line 就是这个按钮，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每一次保存它都会新建，就像我点击了，然后保存一下，我给你看一下怎么回事，保存，然后它就会新建这一个东西。那么这种情况就像我刚刚说的，就会不符合我这里的场景，就是说我这里就在同样一个路径上出现两个关键字，这样的话就是难以去识别。个人还是把它先关掉，然后这里的框选一定要把它给关掉。然后其次呢，这个备份呢还是要有的，因为我们做项目的时候没有备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万一甲方说我还是喜欢第一个，对吧？那你就永远找不回来，没有备份的话。OK， 然后这是第一个场景。第二个场景呢 ，OK， 你这边改完了，然后你这边突然呢，又想增加一个，我想每次开机不是只有 final， 而且还有 backup。回想一下刚刚这一个我们的 startup 的放置的路径是在哪？这边我都随便设置 ，OK back。我们刚刚把这个 startup 呢是放在我们的自启动的这个这种 Windows 加 R， 然后这里运行的就是这一边。保存完之后，你会发现它会增加这个 index， 还会增加一个 backup。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理论上我每次开机都会开启这个，还有这个，这个现在就先不管了，主要是这两个。其实我就一开始我只是想用 startup， 我不想要 backup， 那怎么办？我建议就把它直接删掉就好了，就是这样子，没有对你的项目有多大的影响。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个注意的事项那么我们大概的这个经验分享，还有针对这个经验然后去开发的那个软件分享给大家。那么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我开发的这个软件，或者你们自己去思考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个反馈。我这个插件它是有2个版本，一个是试用版，一个是需要付费的一个版本。那么今天也就差不多了，那希望大家在每次项目的时候都可以反思，不仅是反思产品你自己写的产品本身，还要去思考一下你在开发过程中的各种问题。